战维不知道自己又被他拉黑了，等了好一会儿没有等到他的回复，想打电话给他，发现打不了，又将我拉黑了，天天拉黑我几百回。战维吐槽了一句，放弃了再联系他，又自拍了几张相片，才脱下了这套新衣服。明天让人帮他拿这套新衣服去干洗过，他再穿。可惜蓝若若只送了1套给他，他买了那么多套，怎么不送2套给他？那样他可以天天穿着他送的衣服了。他这是什么想法？战维忽然意识到自己这样想是不对的。他和蓝若若是死对头呢，怎么能盼着他送他几套衣服天天穿呢？脑海里忽然掠过大嫂打趣他的话。大嫂问他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是喜欢蓝若若，甚至是爱上了蓝若若。他坚决否认了。2个人针锋相对那么多年，他想的都是怎么打击他，怎样去截他的胡，抢他的生意。他也一样，2个人是真的死对头呀。他承认他并非真正讨厌蓝若若，但也不是爱吧？怎么可能爱上他？若是爱上他了，他早就将他宠上天了。他们战家的男人一旦动心，对心上人那是极尽宠爱的。他对蓝若若不是那样。想多了，不会的，我怎么可能爱上蓝若若？肯定是大嫂想多了。战维嘀嘀咕咕的，却又忍不住回想过去，他和蓝若若明争暗斗之外的一些细节，还真想到在不谈生意时，他对蓝若似乎真不一样，特别的想惹毛他。他喜欢看他生气的样子，觉得特别的有精神。让他知道他喜欢看他生气的样子，能气得他连夜过来掐死他。那边的蓝若若在拉黑了战维后，重新发动引智，开车回家，很快便回到了蓝家大宅。夜已深，整栋大宅很安静，家里的佣人都下班了。佣人们的上班时间是从清晨6点到晚上10点的。主人不在家，他们只要完成本职工作就是自由的了。1楼大厅还亮着灯。蓝若若开车进了车库，看到大哥的车已经停进了车库里，怪不得1楼还亮着灯，原来是大哥先他一步回家了。等他拿着那几袋新衣服走到屋门口时，大哥恰好从屋里出来。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外出？蓝若若以为大哥要出去。你的车不是停进了车库里吗？平时他们还要外出的话，车子是不会停进车库的，而是停在院子里的露天停车场，或者直接停在屋门口。不出去是听到汽车的声响，出来看看。你今晚不是没有应酬吗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蓝东晓问道，见妹妹提着几个袋子，笑道，去逛街了。买了什么？蓝若若边和哥哥一起回屋里，边将那几个袋子递给哥哥，说道，陪一个新朋友去逛街购物，他给他先生买新衣服，我待着无聊，便也买了几套给大哥。蓝东晓说道，大哥又不缺衣服，衣柜里还有很多我都没有穿过的，我很少去逛街购物，难得逛一次，给你买了几套衣服，你还不喜欢？蓝东晓赶紧说，喜欢，喜欢，我妹妹送给我的，我当然喜欢。你没给自己买点东西？没什么想买的，帮朋友的孩子买了不少玩具。兄妹俩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，爸妈都休息了。他们要养生，很早就休息的。父母退休后不再管事，天天就想着怎么样养生才能让他们青春永驻。爷爷一把年纪了，都还担任公司董事长呢，父母却早早就退休，说什么他兄妹俩能当家了，他们退位让贤，让他们年轻人发展去。蓝若若哦了一声，我挺羡慕爸妈的，早早就开始养生了，妈和我一起出门，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姐姐，不敢相信那是我妈，妈保养得太好了。爸也是，我们兄妹俩都这么大了，爸看上去跟我差不多的样子。蓝东晓觉得父亲保养得那么好，那样显年轻，是因为父亲太懒了，早早就将公司的大小事交给他打理，父亲则是天天带着母亲到处旅游。
小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，又很注意养生，不就显得年轻？真的，父母晚上休息的时间不会超过10点，一般9点就准时休息，偶尔会晚一点，也就是9点多。他们确实深更半夜才能回家，哪怕也天天保养自己，始终没有父母保养的那么好。哎，他们其实也是牛马，家族的牛马。你那个新朋友是战维的大嫂吧？蓝东晓对妹妹还是很了解的，一猜就能猜到妹妹的新朋友是战维的大嫂。她有2个好闺蜜，不过大家都在各自的家族公司里上班，平时很忙，只有周末才会见见面。一般人都成为了妹妹的朋友。她交朋友很挑剔，蓝东晓挺好奇战维的大嫂是何方神圣，轻易就能让她的妹妹晚上不应酬，跑出去和对方逛街购物，还给人家的孩子送了那么多玩具，该不会是看在战维的颜面上？但战维在妹妹这里可没有什么颜面，妹妹还巴不得天天拉踩战维，让战维丢脸呢。是彤姐，蓝东晓就知道，你都跟战维斗鸡眼似的，居然愿意陪着他大嫂出去逛街。蓝若若说道：“大哥，战维是战维，彤姐是彤姐，我是和彤姐交朋友，又不是和战维，两者是分开的，好不好？彤姐也不是他的亲大嫂，只是堂嫂。不过彤姐说他们战家不分家的，一大家子还住在一起，同一个大门口出入，兄弟叔侄和睦得很。战维对他的侄儿女也的确是很好，特别是贝贝，小丫头长得特别漂亮可爱，说话都不环不利索，却让人一见就喜欢，忍不住要抱抱。小丫头初次见我都要我抱了，彤姐说太意外，说贝贝很挑人的，好多人想抱她，她都不要人家抱。蓝东晓说了句，那就是狗眼看人低呗。蓝若若瞪着哥哥，贝贝才1岁多，怎么就是狗眼看人低了？有些人面善心恶的，小孩子心灵纯净，感受得到人心的好与坏，他不喜欢那种面善心恶的人抱他，怎么就成了狗眼看人低了？况且我当时还和战维闹了矛盾，他都还要我抱，说明小丫头的眼睛纯净得很，看得出我是个好人，所以就要我抱他。蓝东晓笑道：好好好，你是个好人，那孩子不是狗眼看人低，行了吧？他魅力还真是大呀，这么快就俘获了你的心，让你维护他。哥，你是没有看到他，看到他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贝贝了。真的浴血可爱，像个小精灵似的，五官生得特别精致。彤姐是个大美人，她老公应该也是个帅哥，看战维就知道了，那混蛋虽说嘴贱，俊是真的俊，父母的基因好，生出来的孩子就特别好看。彤姐的儿子也是个小帅哥，听彤姐说她婆家盛产俊男美女，战维几个堂兄弟都是大帅哥。蓝东晓拿出了妹妹给他买的新衣服看了看，说道：买1套2套可以了，你还买这么多套？送了1套给战维。蓝若若随口说道。闻言，蓝东晓偏头看着妹妹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送了1套衣服给战维？战维跟着你们一起去逛街，就算跟着去，战维不会自己买吗？需要妹妹送给他？不是，妹妹干嘛送衣服给战维？妹妹知道她送1套新衣服给战维是什么意思吗？很容易让人误会的，误会2个人是恋人关系。还是妹妹察觉到他对战维有想法？他是跟着一起去的。他说平时很少去逛街，对各街道不熟悉，建议彤姐约我一起。我今晚反正没有紧要事，彤姐约我，我就去了。那个嘴贱的无耻得很，我想让他帮忙事，穿一下衣服，他就说为我服务了，向我索要报酬，要我送他1套新衣服。然后你就送了，1套又不用多少钱，将那套只花了几千块的送给他了。大哥这几套都是过万元的，比他的好。蓝东晓呵呵的笑，是价钱的问题吗？哥，你呵呵呵是什么意思？
别想歪了哈，我没有其他想法的。是了，这个周六参加商业酒会，我约一下张少，请他陪我出席酒会。蓝若若马上换了一个话题，将张少扯进来，分散哥哥的注意力，免得大哥想多了，误会他对战伟有意思。他才不是有意思呢，就是觉得买的那套衣服过于便宜了，才会给他，等于是将他当成垃圾回收站的。蓝东晓顺着妹妹的话说下去，那你约一下张少了。张少目前也还单着，你们相亲过，见过数次面，吃过饭，想来他对你多少也有点好感吧。他们蓝家在阳城那是数一数二的豪门，妹妹身为蓝家大小姐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多少豪门想与他们蓝家结亲呢？只是妹妹相看了数次后就不想再相看，认为阳城的青年才俊不适合她。蓝东晓是觉得妹妹不想嫁人，当然了，若是遇到特别喜欢的，男方又很优秀的，相信妹妹也会心动，然后嫁出去不用爷爷再愁死。蓝东晓想有时间她去一趟管城，了解一下战维的原生家庭情况，若是战维的原生家庭不错的话，他就推波助澜，让这对死对头成为一对儿。他是很欣赏战维的，对于妹妹愿意和战维的堂嫂来往当朋友，蓝东晓也不多说了，通过战维的堂嫂也能了解一下战维的原生家庭，当然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还得自己去打听一下。怎么说那都是战维的堂嫂，她肯定是向着战维，会美化战维。我明天再约他，看他那晚有没有时间。蓝若若的微信好友里还保留着张少的微信，只是两个人没有发展下去，就不怎么聊天，也没有时间闲聊。他忙，人家张少也忙，经常出差，忙得团团转。若是你和张少能够擦出火花，那就好好的谈一谈，相处过后，彼此了解对方，能结婚就结婚，不要拖太久，你马上就30了。女人和男人不一样，男人30岁还是一枝花的年纪，女人到了30岁，始终会被人嫌老姑婆了。蓝若若拍拍自己的脸，哥，你看我像是老姑婆吗？我要是穿的粉嫩一点的衣服，人家还以为我是个未成年人呢。但你的年纪摆在那里啊，若若，你不嫁人，是不用愁以后的事，哥会管你一辈子。将来哥走在你前面，还有你的侄儿女们，他们也会管你。可是我们始终无法代替枕边人的位置，陪伴也是不一样的。毕竟我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，也有自己要陪伴的人，不能一直陪着你。只有你的枕边人才是你的老来伴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结婚不就是找个人过日子，老了可以做个伴吗？哥还是希望你能嫁人，不过不用着急，一定要看清楚男方的人品好与坏，不要因为年纪大了就着急迁就，婚姻不能迁就。咱们若若也没有必要去迁就，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一个你认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，不嫁就不嫁吧。蓝东晓是希望妹妹能嫁个好男人，但若是遇不到好的，不嫁也罢，他能养妹妹一辈子。那肯定的，我是不会在婚姻迁就的，就是平时生活上我也不会迁就谁。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，自小就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活得潇潇洒洒的，何曾迁就过谁？他有可以肆意的资本。蓝东晓没有提到战维，妹妹都决定和张少重新试一试，就让他和张少试一试吧。张家是阳城本地的，两家也有点生意往来，平时接触的多。妹妹和张少若是能在一起，就不用远嫁。战维在优秀，老家却在管城，他们甚至都没有去了解过战维的原生家庭情况，不知道他家风怎么样。还有一点，妹妹和张少尝试恋爱的话，战维知道了会不会吃醋，然后发现对妹妹有感情。蓝东晓挺期待的，他很想看到战维苦追妹妹的好戏。